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访问老杨生活知识频道，我是老杨。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的话，请你一定记着订阅我的频道，你的支持对我非常重要。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。今天呢，老杨想在这里给大家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，也就是日不落帝国。可能你听到了，大部分人讲的这个日不落帝国呢，都是指英国，也就是英国呢曾经在历史上在世界各地占有大量的领地，它号称呢每天24小时永远有太阳照在大英帝国的领土上，所以说叫日不落帝国。其实在历史上呢，这个日不落帝国并不是直指这个英国，所以说咱有必要呢给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日不落帝国呢。像我刚才提到的，实质上是指一个国家呢，它的领地在这个24小时里边永远都有白天，就是太阳没有落下去。一方面暗示了这个国家在当时呢是非常繁荣昌盛的，也就是说它在当时那个时代呢，它在全世界有很多殖民地，它掌握了在那个时代的全球的霸权的这个地位。实际上我们所说的这个日不落帝国呢，是指在16世纪的当时的西班牙帝国。所以说西班牙帝国呢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日不落帝国，而不是英国。在那个时候呢，西班牙有一位国王叫卡洛斯一世，也就是大家常常听说的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。他说呢，在我的领土上呢，太阳永远不会落下。但是到了19世纪呢，这个日不落帝国这个词呢就开始被普遍用于大英帝国。特别是呢，在维多利亚时代呢，当时英国在世界各地有很多殖民地。当时的英国呢，他把这个世界地图啊，凡是英国的殖民地都用红色标出来。当时这个红色的标记呢，在这个世界地图上呢非常显眼的，它遍布了24个时区，充分展示了当时大英帝国在这个世界范围里的这个霸权的地位。到了19世纪中叶呢，这个日不落帝国在这个英语的国家呢被大量使用。实际上呢，后来呢不只是指这个大英帝国，而且呢包括美国，大家也称为呢是日不落帝国。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所说的这个日不落帝国呢，不只是对领土的占领，到后来扩展了到语言。你比如说这个英语，很多国家都说英语。另外呢还有文化，也就是我们通常指的这种基督的文化。还有呢艺术方面，实际上呢也就是这个西方的艺术呢，在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极大的普及。曾经在1897年呢，有人在一篇文章上提到呢，山木大叔头上的太阳永远不落下。实际上从这个日不落帝国这个词的本意来讲呢，凡是能够满足在它的领土上太阳不会落下的这个条件的话，都可以称为日不落帝国。所以说不只是这个西班牙帝国了，大英帝国了，还有现在的美国，很多其他老牌的殖民地国家呢，可以说都能称得上日不落帝国。例如当时的还有呢西班牙帝国，它是从1415年到1999年期间呢非常昌盛，拥有很多的海外殖民地。另外荷兰帝国呢是从1581年到1795年期间呢非常昌盛。还有呢就是法兰西殖民帝国，它是从1919年到1939年期间非常昌盛。所以说在他们所昌盛的那些期间呢，他们都在国外呢，都在海外有很多这个殖民地。也就是在他们的这些殖民地的上空呢，24小时总是有一块殖民地呢，或者几块殖民地，它上方的太阳是不会落下来的。今天呢，我想在这里给大家首先谈一谈这个西班牙帝国，将来有时间呢，咱们可以再谈谈大英帝国和美国。我刚才提到了西班牙帝国呢，实际上它是全球的这个第一个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这个国家之一。在15世纪末呢，当时西班牙进行了非常著名的收复失地的运动。后来呢，西班牙就得到了统一。西班牙统一之后呢，它就很快的向国外迅速的进行扩张。到了16世纪中叶呢，西班牙呢在各个大海洋啊开拓贸易路线，使得西班牙这个国家呢当时贸易非常繁荣。后来西班牙横跨大西洋到了美洲，然后呢又经过墨西哥横跨太平洋，
经过菲律宾到了东亚。在历史上啊，西班牙征服者推翻了阿斯特克、印加和玛雅文明，并对南北美洲大片领土宣称拥有主权。与此同时呢，西班牙王室呢也与欧洲的其他的王室呢进行联姻，通过这个联姻呢，取得了大片领地的一些继承权。卡洛斯一世时期，西班牙王位啊和神圣罗马帝国王位合二为一，所以说这国家就更加强大。卡洛斯一世呢，更打败了或者阻挡了最强大的敌人法国和奥斯曼帝国。从那以后呢，西班牙呢开始称霸欧洲。到了腓勒二世时期，也就是1556年到1598年期间，西班牙呢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，于1580年兼并了葡萄牙帝国，并获得了葡萄牙帝国在世界各地的广阔的殖民地。后来呢，他又把这个半个尼德兰、半个亚平宁半岛、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和几乎整个中南美洲归为己有，包括了当时亚洲的菲律宾，甚至还包括了台湾在内。从那以后呢，西班牙就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。但是到了1588年的时候呢，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呢，当时败给了英国。这次战争呢，他败得非常惨。从那以后呢，西班牙帝国开始逐渐走向衰败。经过了30多年的战争呢，使西班牙从此一蹶不振。后来呢，他们国家又经历了王位争夺战和半岛战争。在这之后呢，他的美国的一些殖民地呢，纷纷的独立出来。到了1898年呢，当时爆发了非常有名的战争，叫美西战争，也就是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。这次战争呢，美国占领了西班牙在美洲的所有的殖民地，包括菲律宾。从此呢，昔日的日不落帝国就不复存在了。后来到了1975年呢，西班牙在非洲的殖民地呢也开始独立。从此以后呢，西班牙帝国正式的寿终正寝。好了，今天呢我就先给大家谈到这里，下一期呢将给大家谈咱们历史上常称的真正的日不落帝国大英帝国。在第3期呢，我将给大家谈一谈当前世界上的真实的日不落帝国美国。欢迎大家订阅老杨生活知识频道，英文名字 Doc Young's Life TV Channel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请你一定记得点个赞，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。